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洪胜汉委员、陈婉慧委员、尹乃菁小姐、陈怡信委员、柯真执行长、张志伦立委参选人。好，我们看，哇，很惨了，一个医院死500个人了，那怎么个死的？哦，有的人是病人啦，有的是去医院躲，认为说再怎么又不会打医院嘛，哦，所以躲到医院里面去的人也被打啊。WHO 谴责说，这种攻击的规模是前所未有哦。那到底谁打的？大家都推哦。那拜登今天要去访以色列，要讨论人道救援，本来要跟约旦总统还有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主席啊见面的，现在呢，约旦总统也说现在没什么好见的，巴勒斯坦总统呢也说没有什么好见了啊。那所以呢，约旦本来有一个4方峰会也取消了啊。白宫说好吧，那我今天不去访问约旦了啊。约旦原来是蛮亲美的，在这个穆斯林国家算是很亲美的。我们到这个以色列都要从约旦进去，护照上不给你盖章，因为你盖了章以后，你在其他这个阿拉伯国家就不给你进去了。好，所以他给你一张纸盖一下，之后把纸撕掉，到以色列在纸上盖一下，这样。他们两个本来是算是蛮友好的了哈。那拜登说震怒而且哀痛，查到底是谁？你看这都是史实啊！所以医生是在尸堆中间开记者会，说明目前的情况啊。那巴勒斯坦就当然是以色列嘛，所以他会炸医院呢？以色列说不是我们了，是巴勒斯坦呢？那这个哈马斯他们的土制火箭误射就以为医院是这个以色列，或是要打到以色列，就在中间掉下来了啊。那以色列就是圣战组织搞的哦。另外呢，这个很多人是为了当避难所逃到医院里面去。那现在很惨哦，这个事情蛮大的。真主党号召愤怒日游行，中东、北非很多地方都在示威，一定很多地方哈。那法国也很紧张，说呢伊斯兰恐怖主义会再起。瑞典呢说国家面临空前的威胁。前2天。对不对？在这个比利时这个 Brussels 有2个瑞典人被打死，1个打重伤啊，因为他穿的那个瑞典球衣啊。所以美军现在派了2艘航空母舰群上面光舰上就12000人，另外呢有2000个这个军人在那边待命所以2000个官兵的待命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车队抵达停机坪，拜登下车后没有受访，直接走上空军1号。拜登挥挥手启程以色列，但是原定行程先到台拉维夫，再到约旦安曼，跟约旦国王阿布杜拉2世、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谈，却在起飞前出现变化。فاجعة كبيرة كما اتفقت مع الأشقاء في الأردن ومصر على إلغاء القمة المقررة في عمان اليوم مع الرئيس بايدن。4方对话破局，全因加萨一家医院遭到空袭，至少500人罹难，让美国很尴尬。随后，拜登发出声明，对加萨医院的爆炸感到愤怒，并且深感悲痛。拜登表示，美国将继续收集讯息，确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His deepest condolences for the innocent lives lost in the hospital explosion in Gaza and wished a speedy recovery to the wounded. 除了外交斡旋，掌管中东美军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也访问以色列。美国五角大厦消息，国防部长奥斯汀将签署部署令，让2000名特战队员进入部署警戒。Well, these, KC, are prudent steps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o get capabilities in place that will help deter Iran from expanding the war, but also in case there was a requirement to evacuate American citizens from Israel. 不止美国，德国总理肖兹也在穿梭外交，访问以色列，也见了约旦国王，并警告真主党，西方盟友们以行动明确告诉各方势力，不要恶化局势。我刚刚看到最新一些讯息了是说就美国的专家讲了说这个大概不可能是这个巴勒斯坦的火箭，因为它的土制火箭那个效果很差的。
打下来能打死3、4个人就不错了，怎么可能一个弹下来打死500个人？那个只有这个战斗机跟航空母舰上的这个弹才有可能要多少磅以上的弹才有这样的威力，能够一下把500个人统统杀死掉哈，这绝对不是那个土制。后来我就想说，哈马斯当时不是射了5000颗飞弹到以色列去吗？就算是4000颗被拦截好了，被他那个铁拳拦截，1000颗下来死1200人嘛，对不对？所以他等于说一颗弹死1.2个人，他这个弹专家是说没有，就他这个土制弹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可以一下杀死到500个人，所以将来这个东西有的炒了哈。来这，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拜登本来想拜访这个约旦还有阿拉伯大公国的这一些的这个3国的领袖，大家目前为止是取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以色列才是幕后的一个推手，所以这就让拜登他就觉得这个刚刚大哥已经讲到说是非常的尴尬，也的确你不要忘记美国马上就要这个所谓的总统的大选，所以当然拜登他不敢去这个得罪的他的金主，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些人士都属于犹太裔的，但是呢，他要对这样的事情呢，他要表现出他人道的一个关怀。所以你看，他其实有发出谴责，而且警告以色列千万不要占领加萨的北方。而且因为他也知道嘛，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有包括这个伊朗，都已经特别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就是以色列所做。如果你敢去占据整个的这个加萨的话，还有包括去清洗平民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切事情就开始马上就要好像点火燃烧。但是你不要忘记，美国虽然是有这个艾森豪号跟这个福特号2艘在外面继续待着，但是呢，对于这个哈马斯来说的话，这些是没有办法取得更大的一个优势，因为他们全部是用地道、用一些比较土质的一个方法，非常 local 的一个方法，这不是强奸炮弹有办法来好好的消灭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哈马斯不可能在以色列这一段的这个报复性的一个攻击之后完全消灭，不可能。但是你不可能状况之下呢，你只能祈求彼此之间能够坐下来，取得一个平衡点。如果没有办法取得平衡点的话，我说实在的，我现在已经可以告诉我家女儿你在伦敦，告诉我家儿子你这个 Christmas 或是你的 New Year 要到这个纽约，你都不要给我去，因为你会知道这个恐怖组织每个人就是以此之名，他会对于一个非常特别是西欧美国的这些重要的一个场景，会做出一些非常恐怖性的攻击。那对大家来说的话，你就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怕死的是最大。这些人这么1000年的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一发生，你知道有多少的圣战士决定要牺牲他们自己，去为他们自己的国家，为他们过去的仇恨来奉献。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完全是不可控的。所以拜登就看看有没有办法说服他们这个内塔尼亚胡缩小攻击的范围。如果没有的话，他这一趟根本就是一趟徒劳无功的一个旅行。好吧，以色列现在也跟美国提出要求，希望给他1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哈。那法国凡尔赛宫4天里面2次接到恐怖的这个威胁，疏散游客，包括罗浮宫都受到威胁哈。来，宜信。现在在以色列哦，台湾在那边大概100多个人哦。那目前的旅游警示哦是橙色啊，那因为还没有直接的危险。但是我们今天早上在外委会执行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以色列的状况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随时保持那个地方的一个警觉。我有朋友刚好在那边参加旅行团啊，然后呢是坐游轮的，就立刻游轮就掉头到别的地方去了。去哪里？到别的国家，就不在以色列了。这样可以到别的地方。对，那我觉得像这一次他这一个最新发生的这一个医院遭受到飞弹的攻击那两边互相的指控但是我看不管是谁，都会让这个战火是越演越烈。那这个状况呢，其实就像刚才志恩姐讲的，会更加令人担忧，因为它跟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它有恐怖主义的这个因子存在。换言之呢，它不是只是一个局限在以巴之间，或者像当时现在我们在俄乌之间的这个状况，它有可能会扩散，而且会扩散到其他的不同的地方，以恐怖主义的一个形式的展现所以这是就更令人担忧。那现在看到本来拜登总统是要到约旦去，那约旦这次将这个峰会取消，我觉得他也是在向美国表态那在这个立场上面，其实美国现在的困境是在于说，他一方面他要支持以色列那他也特别到以色列去，而且必须要对以色列来做军援来支持他，但是他也不能够过度的去得罪阿拉伯的国家，这个平衡是非常困难做到，而白宫幕僚里面现在正在头痛在这个地方，更何况
美国现在它的整个外交思维的方向，最主要还是摆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也最好不要让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变成美国最头痛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又要怎么样子将它能够降下来？这个是现在目前最困难的地方，也是大家都在观察的地方。我觉得从这个国际公法的一个相关的规范哦，其实可以看到，它这个在战争法里面其实很清楚的去规范到，其实是不能够，它是禁止攻击医院跟它相关的一个设备的哈。所以我想呢，他这一次呢直接攻击这个加沙的医院，这样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死伤哈，我想他的原先在这个战争法里面希望哈透过国际公法这个规范来避免战争的这个范围的扩大的这个风险哦，其实已经无法避免。所以，如果从那个刚刚这个 WHO 的相关的一个声明来看，它除了谴责之外，其实它同时也要求以色列要撤回它先前对于加萨北部的一些撤离令。在这边是写，就是说撤离令必须要立刻取消，国际的人道法律必须要来遵守，也就是医疗照护人员必须受到保护，且绝对不能成为攻击的一个目标了。所以，我想这次的这个医院呢受到一个攻击，对于未来这边的这个相关的局势的发展，也会投下一个很大的变数。好吧，这个将来到底会怎样？哈，那会不会引起全世界的伊斯兰这些恐怖组织啊，在那边现在看起来有点蠢蠢欲动了哈。来，洪伟。其实我觉得从这个事件大概1-2个礼拜前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心里面就最担忧的事情是两个国家最后变成是一个这个，坦白说就是屠杀平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斗争哦。在这里面当然又看到的事情是，坦白说以色列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当然又比巴勒斯坦来的更加的强大哦。那我觉得这个我现在很担心的事情是，这个效应会外扩，这外扩到包括西方、包括欧洲这些可能过去可能有这个阿拉伯的移民或者阿拉伯难民的这些国家，因为有这些难民的国家，过去常常在社会上面可能就存在着一些比较不确定的因子在这边。我的意思说不是不欢迎，而是本来就可能有一些这个有时候会有一些摩擦的这个状况，但在这个时候可能这些过去其实存在着风险或者不稳定的关系，反而现在都全面的爆发。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只是以巴的问题哦，这个我觉得。甚至它可能影响的层面，有可能比乌俄战争来的更大。因为在欧洲，犹太人社区的500万人了，是伊斯兰人的社区5000万人。对，最惨的就是法国，因为法国的伊斯兰的那个人非常多。你法国，你巴黎，你除了什么第一道、第二道以外，其他你去看看，都是绑着头巾，都是阿拉伯人呢。你到法国去看，你想这是法国吗？这是巴黎吗？就是这样子。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以巴战争哦，那打乱了权力平衡哈。那这个现在呢，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说呢，俄国压力缓解了，因为大家原来都现在还是全世界这真的你想不到了，原来全世界都看中国跟台湾，中国一定要打台湾，2025、2027、2030、2035，发现俄罗斯先打乌克兰了，怎么回事？然后又说哦，那这个美国会两面作战。俄罗斯打乌克兰，所以老共会打台湾，小心了，砰！哈马斯跟以色列干起来了，所以全世界很多时候这不是你想的哦，它很多的变化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就来了。那这一打以后怎样呢？那这个华尔街日报说，俄罗斯的压力就缓解了，因为你看老美现在派2艘航母，福特号是最先进的，虽然毛病很多，再派了艾森豪威这个航空母舰2个战斗群去啊、哦。那说在中国获得新机运了。哦，所以啊，但是会不会中国有什么新的？美国是不是需要它啊做什么事情啊？那大陆现在要办什么呢？叫做“一带一路”的这个峰会，就是它的所谓主场外交的峰会。习近平马拉松联会8国元首，会。哦，那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哈。那它叫做国际合作高峰会。习近平宣布啊，说中国好，世界就会更好。所以呢，“一带一路”啊，它有8项行动。“一带一路”今年刚好10周年哈。那
反正就互联网、互通网了、世界经济啦、务实合作、绿色发展啦等等，民间交往了要连结了啊，然后国际合作它有8个行动啊。习近平说啊，反对单边制裁及经济胁迫，当然讲的是美国啦啊。那另外呢，习近平跟普丁今天还密谈，要讨论最敏感的问题。什么敏感问题？一定是俄乌战争。另外现在就是以巴嘛啊，所以呢，俄方说可能会谈以巴冲突该怎么办啊。另外，《华尔街日报》说呢，美国其实是对大陆施压的，但是大陆不管美国施压，铺红地毯欢迎普丁啊。那已经是这样，他们全世界就这么几个国家，彼此也要互相取暖了，那否则被你们一个个都击破了，各个击破。那普丁也说，我们的这个北方的海陆现在地球越来越暖化了，对不对？这北方原来冰天雪地，现在开始也不冰天雪地了，所以呢，跟“一带一路”其实呼应的理念相合所以呢，应该这个一起参与啊。那另外呢，央视也释出普丁跟习近平会面的场地在这样的场地画面都给你释出来哈。而且呢，普丁现在其实很少去出国，因为很危险嘛，到任何地方都很难讲啊，飞机把他打下来，然后呢，他被国际法庭通缉，而且被抓，所以他去的地方一定是他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所以呢，他说是因为习近平亲自邀请他，所以他罕见到国外访问，所以这次到北京去啊。那当然也有国家这次来背给他，比如说印度就不来，已经3次不去了啊。韩国居然都没去啊。然后呢，欧盟只有匈牙利参加，其他欧盟国家也没去哈。那另外呢，日本这个内阁官房长官跑到9州谈什么呢？台湾有事日本该怎么办冲绳这些怎么样？这个疏散民众等等，我们看一下。请俄罗斯总统普京阁下致辞。在热烈掌声中，普京不仅参加“一带一路”峰会，还安排在习近平之后上台演讲。Уважаемы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и Цзиньпинь, дорогой друг, дамы и господа,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хочу поблагодарить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за приглашение принять участие в 3-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форуме. 普京从出发前就力捧习近平，这是普京遭国际法院通缉后首度访问世界主要大国，台下还坐着联合国秘书长等国际组织的重要代表。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也反对脱钩断链。北京倡议的一带一路10周年，习近平宣布8项行动加码资金，中方将设立总额人民币7000亿，约台币3.1兆的融资窗口，丝路基金增加人民币800亿，用来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赠人玫瑰则手有余香，成就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把别人的发展视为威胁，把经济相互依存视为风险，不会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一带一路峰会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办，座位安排第一排中间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的右手边坐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左手边坐的是印尼总统佐科威。超过130国与会，俄罗斯被习近平奉为最重要贵宾。眼睛怎么看这次的峰会？还有一带一路到现在10周年，算不算成功？其实要这样子看哈，就说这个习近平呢，他在这一次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机遇和这个是一个悲惨的一个机遇啊。对于中国来讲，就是说因为以巴之间的这个冲突，所以使得呢中国呢本来现在呢是处在一个被美国呢强力围堵的这个状况之下，突然之间呢，拜登的这个中东政策、中东的和解政策崩盘了。你看他之前的时候，他是在推动的是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之间要建交，是要一个缓解的一个中东关系，因为他应对的也是因为。他也没想到，这个中国竟然会促成了伊朗跟这个沙烏地的关系的这样子的建交嘛。所以说呢，他在撤出了阿富汗，美国在撤出了阿富汗之后，他的势力呢要重新回到这个中东，并且要建立一个和缓的一个中东的世界，就会因为以巴冲突呢一系瓦解，这使得他之前所建构起来的。AUKUS， 然后印太战略，然后印太呢再延伸到这个东北亚这个部分呢，美韩美日同盟的延伸的威慑啊，然后再到他在 G20 的时候呢提出来要建设一个印度
度、中欧、欧洲的经济走廊，所有的这些的这个想法呢，在一夕之间呢，就砰就瓦解了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说呢，其实呢，它在这一次的一带一路的这个10周年的这个场合上面，它其实面对到的挑战是很强烈的啊。我们看到他出席的这些的国家，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因为匈牙利本来就是在欧盟里面呢，就是亲中国的啊。中国的10年的一带一路，它遇到了很多的地缘政治上面的挑战啊，然后所以呢，有一些的国家呢，它退出了这个一带一路，但是呢，有一些国家呢。不是因为基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是因为呢中国人实在太勤奋了，中国人实在太会做生意了哈。就是他原本的一带一路的这个概念呢，大家知道一开始是为了去化嘛哈，因为他们生产过剩，所以他们要往那边延伸。但它架构起来这个一带一路的这样子的一个战略的时候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今天的这个铁路呢，我经过了像中亚这些地方啊，像那些内陆的国家，我是希望呢这个铁路经过你这个地方呢，把你的货呢带出去，然后把你的这人带进来，生意带进来，所以呢，你的在这个沿路的这边的小商家呢，都可以做到生意。但是因为中国人太会做生意了哈，所以他们的铁路所经的之地的时候，中国的商人去了。好，然后当地呢，在这个新建的铁路上面呢，你也很难用当地的这些的工人。好，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在技术上面呢，我也没得到培养，然后呢，我在生意上面又都被中国人赚走了，所以很多的地方呢，都不这么的欢迎“一带一路”的项目。可是习近平呢，他在这一次呢提出来的这个“一带一路”的8项这个18项里面呢，他提了这个丝路电商哈，这个丝路电商这个概念，我觉得蛮厉害的哈。我觉得他这个丝路电商的这个合作先行区呢。他要跟更多的这个国家去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而且呢，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的限制措施。我觉得那个就解决了像这些电商呢，他可以透过去扶植这些各地方的电商，然后来去享受中国的广大的市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美国现在呢加紧对于中国的高科技的制裁，他们砍华为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啊。可是我们看到华为呢这次推出的这个新手机，它一个附带的一个很最重要的概念，倒不是在这个手机本身，而是华为呢要建构一个5G 甚至于6G。的一个行动互联网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它这个丝路电商呢，它背后呢必定夹带着一个，你可以透过华为去跟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建制这种5G、6G 的这个网络。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在这个5G、6G 的这个行动领域的网络上面呢，它就更胜西方一筹了哈。这个拜登他在G20提出来的印度中东还有欧洲的这个经济走廊，它首先面临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钱。这个美国自己呢的这个整个的负债呢就已经是33万亿美元了，已经占了他们 GDP 的120%了。然后现在呢又再碰到这个以巴冲突的话，反而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化解它现在压力的一个契机。我要补充，其实我想“一带一路”走到现在10年的时间，我记得在2013年、14年，那时候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其实当然是他最标志性的一个大的国际布局的政策。我说实话，用客观的角度来说，“一带一路”当然不算成功啊，而且他接下来还会留下很多跟包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的问题，这都会让习近平在整个国际领导上面有非常多的包袱跟负担。我要必须说一点啊，当然现在有甚至是更多西方的学者，他们在评论“一带一路”的时候，甚至是用一个新殖民主义的角度在评价这件事情。所以今天习近平当然他还是会持续的要来跟美国做一个抗衡的对抗，可是他把这个抗衡的对抗架在“一带一路”上面，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因为国际上面目前对“一带一路”是并不信任的，所以我并不乐观，现在能够从“一带一路”再发展出一个什么新的作为出来的。来，志伦会计师怎么看？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不管是以巴战争跟乌俄战争哦，其实大家都知道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但我们手机常常都会收到很多这个影片啊，当然不知道是真还是假，都非常的残酷。那我觉得在发生这种战争的途中，其实美国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美国从过去大家知道嘛，都是以这个国际警察、国际刑警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角度来看。可是，在我们的乌俄战争下，美国扮演的角色好像是提供
乌克兰军火，可是没有真正去调停两方之间的冲突。那在以巴战争中，他要去参加四方会议的时候受阻，那他现在要去旋风式的这个访问这个以色列，然后当然是我们能清楚了解说，因为以色列很多的犹太人，他可以掌握这个美国的很多的经济跟政治的命脉。可是我们要来讲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其实在国际上已经可能没有像以前这样子可以主导世界上的和平。所以反过来以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台湾现在很多的跟美国的军购的问题，到底我们这些军购，我听说从乌克兰那边本来要军购的，结果因为乌克兰那边战争，所以本来很多要到台湾的军购都没有来，这是很大的问题。那如果台湾我们当然是过去我们是一直亲美的角色，那我们要想想看，现在大陆的一带一路尤其是俄罗斯，现在普丁其实他也是要去跟习近平谈。那台湾赖清德主席一直讲说台湾要维持现状，可是也是一直在常常的演说中讲说台湾跟大陆兵凶战危。那他要如何只在压单边美国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要跟大陆找时间坐下来协谈？因为大陆未来其实也是另外一个经济强权，那怎么跟我们台湾的民众说台湾未来可以更安全、更平安？我觉得这是民众想要知道的。休息一下再回来。